在本地部署 N8N，就像把自动化工厂建在自己家里，足不出户，各种智能自动化工具手到擒来。这是全网最简单的本地化部署方案，新手上路零门槛，一键成功。欢迎来到凤凰 AI 七社，我是七七。N8N 简单来说是一个开源自动化工具。本期视频分享怎么使用 Docker Desktop 在本地部署 N8N， 并配合 SMTP 邮件发送客户端实现一个小小的案例项目。先说一下 Docker Desktop， 它是 Docker 的桌面版，也是一种点点鼠标就能够使用的 Docker。它可以在电脑上快速运行后管理 Docker 容器。Docker 中，容器是一个可以运行应用程序的小箱子，就像一个独立的小电脑。简单来说， Docker Desktop 能够将原来使用命令行管理容器的方式简化成点点鼠标就能完成的操作。如果你仍然不是很明白，那就先糊涂着，难的糊涂嘛。况且也没有人说非要先了解汽车发动机的构造原理才能做个驾驶员。去官方网站上下载 Docker Desktop 安装程序，大部分 Windows 电脑都可以选择这个 AMD64 的安装包。如果你不确定你的 CPU 是什么类型的，可以点击 Windows 加 R 键，输入这个命令查看。如果看到 X64 就表示是 AMD 的，点击这个下载，安装的时候选上这个，点击 OK 就行了。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安装配置方法，请在视频介绍区找到链接去观看之前的视频。安装完成之后，顺利的话，你会看到Docker引擎启动成功的提示。以后大部分的科研项目想装就能装了。这么厉害！万一不顺利，大概率是你的 CPU 没有开启虚拟化支持，重启电脑进入 BIOS 开启支持就行了。N8N 的强大之处在于可以连接几百种工具，像 DeepSeek、OpenAI、谷歌 GL、Notion 等，让你的数据自动流转加工。而且 N8N 是一个开源系统软件，是完全免费的，非常值得部署在本地。此时 Docker 引擎已经正常启动，不过强烈的小伙伴们请开启魔法，否则你啥也看不见。点击这里搜索 N8N， 找到下载量最大的这个项目。经验之谈，不要直接点击装，最好先拉取下来，然后再去运行。点击 Pull 等待下载完成，通常会比较快。N8N 只有700多兆大小，不过这个速度取决于你的网速。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这里的镜像菜单，刚才下载的 N8N 赫然加列。点击后边的 Run 按钮，系统会让你填写一些能够自定义的东西，调亮启动器的名称，这个随意填写。本机的端口号建议填写后边看到的数字，剩下的就无所谓了。确认运行，Docker Desktop 进入 N8N 启动过程的界面，直到我们看到这个本地地址，表示 N8N 顺利部署，并且启动完成。点击这个地址进入本地的 N8N 吧。和官方云上的流程一样，需要设置一个私有账号，填写上必要的信息之后，点击 Next 等待片刻，系统会让你选择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如果你不愿意就直接跳过就行了。下边的这一步就比较重要了，填写一个邮箱， N8N 的官方会给你发送一个永久的授权密钥，虽然并不知道这个密钥现在有什么作用，不过保存起来总没错。进入 N8N 之后，点击右下角的设置按钮，可以对系统进行一些个性化的配置，可以在这里把界面修改为亮色或者暗色模式。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吧。学习一个东西的最好方式就是先用起来，边用边学，效率最高。这个案例将使用 N8N 调用 DeepSeek， 每天写一段小情书，并把它发送到指定的电子邮箱。至于指定的是谁的邮箱，你自己看着办。复杂点在于 SMTP 邮件客户端的配置，别怕，只是稍微有点复杂，并不是难。先点击这里，修改一下工作流的名称，这样看起来会显得比较正规。一个典型的 N8N 工作流通常会包含3个部分：触发器节点、数据处理节点和数据输出节点。首先要配置一个触发器节点。N8N 提供了很多种触发器，我们选择一个最简单的 Schedule Trigger 计划任务触发器，设置这个触发器的执行频率为每天，时间为早上9点钟。这段提示说的是，一旦你启动该工作流，工作流就会按照你在这里的配置执行任务。为了方便测试，也可以手动触发这个工作流。点击这里回到画布，添加第2个节点，让 DeepSeek 生成特定格式的撩妹小作文。点击下方的高阶 AI 菜单，首先添加一个 AI Agent， 然后开始设置这个小助手，把这个下达菜单选项修改为第2个选项，然后在下方的文本框中输入你对 AI 的要求，也就是 AI 提示词。这就要考验我们编写提示词的能力了，例如这样。然后在下边的选项中增加一个系统消息来设定 AI 模型的角色，并给出它回答问题的格式，例如这样。
然后再次回到画布，你会发现 AI Agent 当前处于错误状态。原因很简单，它需要一个聊天模型，但是没有得到满足。聊天模型是 AI Agent 必须要配置的选项。点击这个加号，选择当前性价比最高的 DeepSeek Chat Model， 在 N8N 弹出的配置页面中选择这里，创建一个连接凭证。这里需要用到 DeepSeek 的 API 密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密钥，请去 DeepSeek 官方网站的 API 开放平台去创建一个，然后填写到这里，点击保存，关闭当前页面，再回到聊天模型配置页面。N8N 已经帮我们选择了 DeepSeek Chat 模型，那就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了。回到画布，测试一下这个 AI Agent 的配置是否正选。点击下方的测试工作流按钮，不管你的触发器是如何配置的，这个按钮都会立即触发工作流。然后双击 AI Agent 代理，打开配置页面，稍等片刻，这里就会显示输出结果。确实能够按照设置完美输出一段小作文，并且质量看起来还不错，是不是？回到画布，完成这个简单工作流的最后一个节点，把生成的小作文发送到指定的一个或多个电子邮箱。第一步，创建一个邮件发送客户端，一网一的163邮箱位地。首先，使用你的账号密码登录进入你的163邮箱，然后点击设置，选择 POP3 这个子菜单，开启这个服务。开启之后，系统会给你一个授权码，保存好这个授权码，回到 N8N 的配置页面，点击这个加号，搜索 email， 选择 Send email， 选择这个进入配置页面，点击下拉选项中的创建连接凭证。填上你的邮箱登录账号，将刚才的授权码粘贴到密码这里，主机填写 smtp.163.com， 下方的选项保持不变，保存。关闭页面，回到发送邮件的配置页面，进行一些简单的配置操作。选择 Send 发送邮箱，写上自己的邮箱地址。目标邮箱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邮箱地址，如果是多个邮箱地址，请使用英文的分号隔开。邮件主题就写今日份小情书吧。邮件格式选择 HTML， 邮件内容呢就把左边的输出拖进来就行。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加上一些其他的内容。点击测试，等待系统返回成功消息，然后去163的发件箱，你会看到一个已发送的邮件，不过似乎有点问题。邮件最下方赫然写着这封邮件是由 N8N 自动发送的。玩砸了！我们少设置的一个关键信息。再次回到发送邮件节点的设置，点击增加选项，选择这一项，然后关闭这个开关。再测试一次，这个署名就不会再有了，收件箱里也没有了。至此，邮件发送配置完成，这个简单的自动化情书也就完成了。不要忘记点击这里保存工作流。如果你真的需要每天执行这个工作流，记得点击这里激活。N8N 本地部署的好处是，所有的敏感信息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性能和运行时间都可以自己掌控。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例如你有一个需要24小时不停执行的工作流，那么你的电脑就不能关闭，否则任务就会中断。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我建议你最好搞一个服务器。好的 ，N8N 的本地化部署和入门就这么简单。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给机器点个赞。如果你对 N8N 有这么好的想法，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